每日任務對每日靈糧，從遊戲打卡到靈命更新。啊，差一點就忘記領每日獎勵了。志偉一邊刷牙，一邊用大拇指瘋狂點着手機畫面，趕在午夜前打開原神，領走那50元時。他不是每天都有空玩遊戲，但每日簽到這件事幾乎成了他的本能。沒錯，我們現在活在一個被提醒的時代。健身 App 提醒你喝水，銀行 App 提醒你還卡債，遊戲 App 則每天奉上任務清單和登錄好禮，提醒你一次又一次地打開它。這些每日任務看似只是小獎勵，卻有着驚人的粘性。它不只是讓你玩，而是讓你不能不玩。但如果我問你，你今天吃靈糧了嗎？你會愣住嗎？這不是在問你早餐吃了什麼，晚餐是不是喝了雞湯，而是在問你今天是否從神那裡領受了那份靈魂的營養。有趣的是，手機遊戲每天提醒我們別錯過任務獎勵，但我們的信仰生活卻經常少了這種主動提醒系統。不知不覺，我們的靈命就像缺水的盆栽，枯乾卻不自知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每日任務與每日靈糧的神奇對照，看見神如何透過遊戲中常見的設計，反映出他對我們生命的智慧與期待。幾乎每款熱門手遊都有一個重要功能，每日任務。完成一個簡單的打怪、送信、收集，可能只花你5分鐘，但一天下來，你就能解鎖經驗值、金幣、強化素材、限定寶箱。這些小進度就是未來通關的根基。這些任務也許看起來瑣碎，但只要你堅持做，角色就會慢慢升級，裝備越來越強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建立一種節奏，每天都在前進，哪怕一點點也值得。是不是有點熟悉？主耶穌教導門徒禱告時說，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。這不只是一句禱告詞，這是一種靈命節奏。神沒有說一周給你7天的糧食，你自己去分。他說的是今日，你今天的屬靈力量是為了應對今天的挑戰而準備的，不是為明天儲存，不是為過去回補。聖經中的以色列人也經歷過類似的操練。當他們在曠野漂流，神天天降下嗎哪，神奇的食物只能吃當天的，不能存隔夜，不然呢會壞掉、發臭、長蟲。聽起來是不是很像遊戲中那些過期的任務獎勵？錯過了就真的拿不到了。神的智慧是這樣，他不是要我們靠一次爆發撐很久，而是每日與他連結，日積月累的成長。我們都知道要靈修，要讀經禱告，但如果我們只是把這些變成一種宗教例行公事，早上打開 App 看個金句結束，那就像你登錄遊戲只為點一下簽到，不去完成任務，不參與冒險，也沒用角色能力打怪，那你這個角色永遠升不了級。每日靈糧不是一種義務，而是一種關係的維繫。我們會為了領一張虛擬的卡片，在遊戲裡堅持每日簽到30天，甚至願意花錢買月卡，獲得加成獎勵。但我們與神的關係常常只維持在我禱告你保佑的層面，而神想要給你的不只是一個祝福祈願清單，而是一段活的連結。他想成為你每一天的力量、智慧與陪伴。每天與他對話，不是為了完成 KPI， 而是因為靈魂也有飢餓的時候。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？你手機快沒電了，但手上正有一場
即將結束的限時活動，你會怎樣？沒錯，找插頭，開行動電源，拼命省電也要撐下去。但我們的靈命也會沒電。當焦慮、煩躁、失望、疲憊像怪物一樣襲來時，你用什麼回能量？遊戲會給你經驗值、武器、防具，但真實世界的戰場，我們面對的是看不見的心靈攻擊。這時候，每日靈糧不是一個選項，而是一個急救包。耶穌說，我就是生命的糧，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，信我的永遠不渴。我們不是靠爆肝得勝，是靠與神同行得勝。遊戲公司希望你天天登錄，是為了活躍數據和盈利，但神希望你天天來到他面前，是為了讓你生命豐盛，靈魂甦醒。他不會設置懲罰機制，不會說你今天沒靈修就扣你福氣，但他知道每一次的忽略都是靈命的乾枯，每一次的親近都是心靈的更新。有時候我們覺得不過就是一天沒讀經嘛，但就像遊戲角色，一旦掛機太久，裝備等級跟不上，活動進度全斷，你會發現自己在關卡裡越來越吃力。靈命也是，不是神不幫你，而是你沒拿起那份每天為你預備的靈糧與力量。結語，今天你要先做哪一個任務？你今天可能已經完成了天堂 M 的每日討伐，元神的每日委託，蔚藍檔案的每日自律戰鬥，但你完成了最關鍵的任務了嗎？不是為了積分，不是為了經驗，而是為了不讓靈魂變乾硬，讓你跟神的關係繼續有溫度。每一位愛玩遊戲的人都知道一個道理，練腳不靠一次拼命，而是靠每日不懈。同樣的，屬靈生命的成長不是靠一場大聚會，一篇感人講道，而是每天與神的靈交匯，新的對話。所以今天就從一句禱告開始，就像你打開遊戲那一刻的登錄獎勵畫面。主啊，謝謝你給我今天的靈糧，求你餵養我，提醒我，更新我，讓我今日也活出你的心意。